2018年，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。踏进校园的那一刻，我以为是我新生活的开始，没想到竟是我噩梦的开始。由于学校招生处人数统计错误，导致女学生寝室不够用，因此学校决定随机抽取几人，先到一栋荒废已久的旧寝室楼暂住一段时间。而我就在这被抽到的学生名单中。寝室总共8个人，我和其中3人被分在102，其他人则在101。刚进入寝室时，我发现寝室的卫生已经被人打扫好。我是第2个到寝室的，这卫生应该是前面来的人打扫的，不过我只看到他的行李，并没有看到他的人。寝室上床下桌，阳台外有2间独立卫生间。因为这栋楼电路损坏，学校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盏台灯。总的来说，除了墙体和地面残留着刷不去的老旧痕迹，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栋寝室楼之所以被荒废，是因为这里之前死过人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说了，我害怕。门外2个同学正讨论着什么，肩并肩地走进了寝室。这2位便是我的室友，初次见面，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。戴眼镜、身材矮小、表情呆萌的女生叫曾春燕，因为年龄最小，所以我们都叫她小曾。而在小曾身旁的那位年龄最大，长相也比较成熟，我们叫她马姐。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死人？互相认识后，我询问起他们刚才聊的话题。是啊，我在学校论坛看到的，听说这栋楼曾经有几个学姐因为学校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逼死了。后来呀，马姐说着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一脸阴森地继续说道：后来他们因为怨念太重，死后的鬼魂仍旧徘徊在这，对那些新住进来的学妹发布一些奇怪的规则，如果不遵守，将会和他们一样死。随着小曾的一声尖叫，我被吓得心里一颤。马姐，小曾胆小，你就别吓唬他了。小曾，你也别听他胡说，这栋寝室楼废弃的原因是离主校区太远了，学校在主校区建了新寝室楼，这才废弃的。天快黑了，先收拾一下东西吧。听完我的话，马姐笑了笑，开个小玩笑，你们别放在心上哈。我们收拾好东西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我们打开了台灯。而这时我才想起，我们寝室还差1个人没到齐。那个人呢？他是第1个来的，但到现在我都没见过他人。我指着那张空床铺问。小曾和马姐纷纷摇了摇头。看着那张只有行李还未收拾的床铺，我内心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根据床铺上贴的名字，他叫小安，是我们寝室随机分配的室长作为室长，他第1个来把我们寝室打扫干净。可是后来他去了哪里呢？到这个点都没回来。想起刚才马姐讲的鬼故事，我突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。你们说他不会是被那几个学姐带走了吧？马姐突然冒出这句话，小曾被吓得差点哭了出来。不过说曹操到，一阵敲门声传来。打开门，只见小安浑身冒汗，气喘吁吁的。我们连问发生了什么。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马姐摸了摸小安的额头，说什么呢？没发烧吧？小安推开她的手，继续说：你们进来这里后有出去过吗？我们摇了摇头。进来后我们一直在收拾东西，压根没想过出去。我是第1个到的，打扫完卫生，我发现我的一些日用品忘记买了，便想着出去买。这栋寝室楼距离主校区1公里左右，按理说我走10来分钟就能到达主校区商店，可是我足足走了2个小时都没能离开这里。听到这，站在我身旁的小曾身体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发抖，台灯昏暗的灯光更是营造出一股诡异的氛围。我连忙搂住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小曾，别听他们胡说，我们要相信科学。然后看向小安，小安，你不会走错路了吧？这世界上哪有这么邪门的事？小安没有过多解释，只是缓缓说道：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走出去试试。我扭头看向马姐，她的脸色也有点不对劲。马姐，你怎么了？说句话呀。马姐没有回答，而慌张地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接着她打开一张照片，是一张截图，截的是学校论坛一篇帖子的内容。其实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故事不是我编的。截图中
主贴的内容正是马姐刚才讲的，这里曾经有几个学姐因学校不合理的规则制度被逼死，后来她们化身鬼魂，在这栋寝室楼发布一些奇怪的规则，住在这儿的学生如果不遵守就会死。除此之外，主贴上还有马姐没讲到的内容。据说当年那几个学姐被逼死，学校花了不少功夫才将这件事情压下去。原本这栋寝室楼还会入住新的学生，可是随着死去的学生越来越多，学校才将这栋楼荒废。而在这篇帖子下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：大家好，我叫叶文洁，我可以证实贴主说的话是真的，因为我曾经就是住在这寝室楼的学生，也是唯一一个从那些学姐手中活下来的人。如果你住进了那栋寝室楼，请一定要遵守下面的规则。规则一，任何时候不要让自己处于黑暗之中。规则二，当寝室内有多个人时，有一个已经不是人，它会使你们陷入窘境，要尽快找出它。规则三，晚上9点后，学姐每过3个小时会查寝一次，不要开门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任何人叫你都不要回答，那是他们诱惑你们的手段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以为你们睡了，便会离开。规则4，如果学姐已经进入寝室，说他们爱听的话，能多增加一份活下去的机会。规则5，晚上12点后不要离开床位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。规则6，除了规定时间查寝，学姐们还会突击检查，夜晚一定要关好所有门窗。截图到这里便结束了，不过看截图末端似乎还有第7条规则，我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学校论坛搜索，可这时我才发现手机早就没了信号。马姐，没有剩下的截图了吗？马姐恍惚地摇摇头，似乎也被这奇怪的规则吓到了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这肯定是2个人借着这栋寝室楼编的一个故事，不能信，不能信。我这样安慰着自己，可突然门上的广播器传来滋滋滋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是广播器。怎么可能？这地方的电路不是损坏了吗？怎么会响呜呜？要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良久，滋滋声停止，随即广播器中传来一个女同学的声音：欢迎各位新同学入住学校寝室，为了给予同学们更好的环境与休息氛围，请同学们务必遵守下面的规则：1. 寝室熄灯时间为晚上9点，熄灯后不要被查寝学姐发现你们寝室有光亮。2. 寝室查寝时间为晚上9点，查寝时请务必在第一时间开门。3. 不要试图说好话讨好查寝学姐，对于所有同学，我们一视同仁。4. 查寝时床上不能有人，我们要懂得互相尊重。5. 为保持寝室内空气流通，晚上请将阳台门窗打开。6. 每触犯一次规则，寝室将会被扣1分，扣满10分，寝室的所有人将会被驱逐。听完广播的内容，我们互相看着对方，整个寝室陷入一片寂静中。晚上9点查寝，其实光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奇怪。就算这所学校管得比较严，但哪有晚上9点就查寝的？我将阳台的门窗关好，然后率先打破僵局。这规则和那条帖子上评论的规则完全相反，我们该遵守哪个？没等他们回答，突然隔壁101寝室传来一声尖叫。随着隔壁的一声尖叫，小曾也跟着害怕地叫了起来。我正想开门去隔壁问问什么情况，却被马姐一把拉住。9点了。我按亮手机，是啊，9点了。我扭头看了看寝室内亮着的4盏台灯，然后再看向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的小安。关灯。小安突然开口道，眼神中透露着一丝疲惫。关灯。小安，你认真的吗？规则上可是写着不能让自己处于黑暗中，你想害死我们？马姐对小安的话提出质疑，而小安立刻反驳道：你看的哪门子规则？广播上不是说的清清楚楚，熄灯后不能发出亮光吗？马姐指着手机截图说：这个人是唯一一个从这里逃出去的人，难道不该信吗？两人剑拔弩张，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帮谁，因为对于这2篇规则，我也不知道该遵守哪个。隔壁的尖叫声接连不断，直到声音停止。我知道该轮到我们了。马姐和小安仍在争论，在最后时刻，我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不能完全遵守广播上的规则，隔壁已经遭了殃。不如我们这样，将台灯带到被窝，这样我们就既不会被学姐发现，也不会让自己处于黑暗中。因为快入冬了，我们都带了厚厚的被子，所以只要蒙头盖好被子，就不会透出光来。听到我说的话，小安妥协了，
看来他也不是很拿得定主意，只是想随便选一篇规则遵守罢了。上床前，我特别叮嘱，无论外面发出任何动静，都不要下床。按照我的计划，我们4人立马拿起台灯，上床盖好被子。小曾因为害怕，所以带上被子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。在查寝学姐过来前，我撩起被子看了看其他3人的情况。这时我发现小安的被子没盖好，露出了一束光亮，而且这束亮光正对着寝室大门。正当我想提醒他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开门，查寝。见我们没人出声，他们敲击门的力度越来越大，每次敲击，我的心就会随之跳动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那已经老旧的木门能不能撑住。大约过了10分钟，门外学姐的声音越来越尖锐。突然，声音戛然而止，我还以为他们走了，可下一秒，门外的声音变得温和不少，而且很熟悉。陈小安、马杰、曾春燕、肖梅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我是你们的辅导员陈老师，快开一下门。辅导员？这个时间他过来干什么？任何人叫你都不要回答，那是他们诱惑你们的手段。不对，他不是辅导员。思索间，我身旁的小曾已经蠢蠢欲动，我赶紧将他摁住。耳旁小曾的呜咽声传来，我立马将手伸进他的被窝，捂住他的嘴。马姐和小安还算稳得住，没发出什么动静。就这样，门外的声音持续了20分钟才停止。他们终于走了。9月的天气，我们在被窝里待了半个小时，汗水早已把被单浸湿。从被窝出来的那一刻，豁然开朗。而这时，广播再次发出通知：本次查寝结束，101号寝室因严重违反规则，已全员被驱逐。102号寝室扣2分。